还加上我们当时 KIC 的版本，对吧？王者荣耀的融合版本，是的啊，都进行了适应。那么究竟在这场 BO5双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对决？先进入到双方的 BP 当中，蓝色方杭州 LGD NBW 先办先选，ban掉了海月以及镜，而 AG 的话则是ban掉了空空儿以及鲁文纳什。这个其实对于教练也是一个考验啊，张明玉教练这是逼完了 HOK 回来之后，然后再搬这个咱们国服的版本 ，BP 逻辑要改，要改的。来看一下 LGD 在拿掉了这手镜以及海月之后，他们的第一手选择，那少思源啊也放出来了，直接拿杨戬，不拿大司命大司命拿大司命，杨戬不拿。他拿大司命的话，那外面放的英雄少思源，那他少思源估计不会直接出，得看 AG 他拿不拿张良。对，这个大司命他肯定也是不想放给中医的嘛。是的，这个毋庸置疑，在联赛里面，这个赛季他是6战6胜的大司命嘛，然后小白熊的话是8战6胜的大司命，也是胜率很高的。那 AG 这边是选一手张良之后 ，LGD NBW 就可以考虑来一手太乙。对，当然阿古朵，这手太乙如果拿了之后，他射手位得考虑一下到底接不接这个苏养香，因为 AG 他这边。如果看你是太乙苏养香绑定出 AG， 可以在3楼来个沈梦溪。对，但他没出，他选择了戈亚，然后紧接着再出一手海诺，用海诺去 counter 一下阿古朵。对，干将莫邪，你出海诺，那我就干将了，这也是对位出啊。这 BP 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但是干将莫邪在长生这个赛季联赛里面的话，这是他第一次拿。干将莫邪这把使用到也是可以跟张良接一个 combo 的，造一个秒人能力。他们这个阵容 AG 有可能会把阿古朵摇到发育路上，然后在打野位再补一个野核出来。有可能，因为其实老实说，在张良的这套体系里面的话，他有干将莫邪做补充了。如果在没出干将莫邪之前的话，其实看张良跟阿古朵打野去搭配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后续的班位 ，AG 是处理掉了关羽、太乙以及苏烈，而 LGD 的话则是ban掉了马超，然后后羿。削弱了一下 AG 的又一手开团手，然后把夏洛特也送上了班位。AG 他的班位上3个班的全都是打张良好用的英雄。关羽、太乙和苏烈嘛，都是如此。但是后面还有个影在啊，也是吃张良捏比较好用的英雄。感觉 LGD 他这边对抗路影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把可以用一下。对，而 AG 的话则是给轩辕要选择曹操了，做了一个中后期带线。这个版本非常厉害的，对，而且它确实需要一个切入点。这把的话是在切入点上ban掉了马超以及夏洛特这2个英雄。那这样选的话，感觉阿古朵还是要走到一个打野位了。走打野位之后 ，AG 会在发育路上补一个敖影或者是艾琳，这样能够打爆发的英雄。小洛要选这首元歌吗？想用元歌去打有张良的阵容。元歌这个赛季可是5战0胜啊，锁了。元哥有什么说法吗？打张良还是那个逻辑，而且在上赛季小罗也用过。对。最后 AG 是选择给一诺拿一手伽罗，长手。但是其实伽罗如果出来之后打 LGD 这个有张飞、有戈亚、有元哥的阵容，感觉团战好像不是太容易活啊。张飞这个开团比较猛。他开完之后，元哥找空档跟戈亚2个人各找一条路线，各找一个角度进去打这个伽罗的话，张良只能盯一个。对，张良只能盯到其中1个人。但是站在伽罗的独立视角来看的话，你这把遇到对面这个阵容，你似乎你在射手的选位上，你想要去比较好去输出对方，然后同时又能够防住对面海诺的这个1技能，好像就只能选一个大长手的伽罗了。因为选这首伽罗还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对线。对我对线，我在跟你戈亚这边打的时候，我在前几局的时候4级前跟你打，我有点优势。对，可以尝试拿点资源，而且打你护盾英雄张飞，然后再加上长手打大司命，都是比较好发挥的。对，等到中后期团战的时候就得看站位了。对，要防好，就是刚刚黄超说的小洛的这种元歌以及小九戈亚的进场，而且小仔这把的张飞带的是个晕眩啊。这把小仔张飞开团肯定是要盯着大帅，盯着大帅那个方向去开。对，如果盯着大帅那个方向开的时候，正好开到了伽罗和干将莫邪，那这波团就已经是开得非常完美了。但我现在还是对于这个元哥有点虚，毕
毕竟这个赛季有很多边路选手都尝试着用元歌这个英雄来打张良，但最终也都草草收场。对，失败告终。目前这是元歌在本赛季对抗路的第6把，前5把全输。这个对抗路的元歌，我们的边路选手是真的很喜欢玩。啊，我 KBO 的选手真的特别喜欢玩。但是春季赛的话，对抗路的元歌出了9把，也就只赢了2把。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英雄今年在对抗路出了14把，这是第15把，前14把输了12把，这个胜率还是有勇士啊，迎难而上。究竟看看小洛能不能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元歌打出本赛季对抗路元歌首胜？我觉得这把元歌会很有画面，很有画面吗？因为元歌切干将、切伽罗比较好切。对，然后对面虽然说 AG 有一手张良在，但是张良这个点的话，会有张飞去解决他。张飞会主动去找张良位置去控他，然后元歌自己找角度去秒掉干将或者是伽罗其中之一。还有一点就是新版曹操，元歌打新版曹操是什么画面？打不过。我是觉得打不过，因为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半肉出装，然后他有续航，元歌打那种有续航型的站边很吃力。还有就是元歌变身成新版曹操是什么画面？那进去就一顿猛砍，很强，对吧？那个画面就不一样了。LGD 跟 AG 在第3阶段，也是 LGD 重回 S 组的第1局比赛拿出的这套阵容，看看他们能不能打出效果。刚刚在评论区聊了很多关于2位打野选手的野区进攻性都是非常足的，而且2位游走位的选手开团属性也是拉满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双方 BO5的第1把。蓝色方杭州 LGD NBW， 红色方成都 AG 双安会。我是9位瓶子，我是解如黄超。全军出击，常规开局。初心荣耀，初心荣耀。大司命是直接是边开，对，边开帮戈亚拿线权压伽罗。而中轴的话，张良是帮中线开，也是很快的把第1波线权拿到手了。这里的话 ，AG 拿完中线，阿古朵直接红区出来是要直接进攻这个蓝区了。但是被拦在了这里，小仔不惜交出了这个晕眩过来拦，但还是被中义反掉了这个蓝 buff。剩下的就得看他们回防速度如何了。对，但是看大司命跟戈亚已经进到了野区，而且张飞这个位置在卡口子，不想让长生靠过来。身上是有惩击的，所以小白熊也能够把这个蓝 buff 控在手中。但是小白熊状态掉的有点多，不过只要不致死就行。不过中路还可以继续进，对，还想进红，因为他们中路有线权，中路有线权的话还能持续的去打反野节奏，把小野反掉了就走了。再进的话就有点猖狂了。是的，总的而言还是打野位上面更赚一点。AG 这一方，对，这把3位都是看好的成都 AG 超安会的阵容。难道是这首元歌的胜率的原因导致？一方面是元歌的胜率原因，另外一方面 AG 用的是张良体系。对，大帅的这个张良体系，在夏季赛、春季赛，在今年联赛里面依旧是未尝一败啊。一诺的第一视角，这把给他选了一个伽罗，主要还是因为伽罗在发育起来之后，确实是点大司命太好点了，只需要防好元歌就行。对，有一说一，我觉得戈亚对他的威胁都没有元歌那么大。没有，因为戈亚手毕竟短，戈亚要在团战的时候对伽罗造成威胁，得等他做完逐日之弓。没错，伽罗只需要做好就站好自己的位置，站位不过于靠前的话，戈亚是比较难喷到他脸上的。元歌对线期拿着曹操真的是没办法，他只能想着慢慢发育，稳着发育，想着打团。拿渲染先攒碎片，看起来这个元歌说不定团战就变曹操了。对，团战变一手曹操。长生想打小野，这一波张飞跳到脸上给个大招喷了一下，但自己一技能扎飞了张飞，然后元歌靠过来，但是没有能够定到张良，张良一个走位拉开了距离。
这波的话，长生还是胆子挺大的，毕竟是站在张飞的脸上，张飞是有晕眩的。当着 LGD 人的面再反三毫，把技能全给三毫之后，把三毫反完，还全身而退。看自己的闪没了，还好那个闪现放的角度挺好的，正好让张飞吼他的时候，他闪现先出手，然后张飞喷的时候边缘位置给他又吼得更远了。是的，其他让人跟不 LGD 上了。想留他留不住。这元哥只能用傀儡去探视野。哎，元哥打张良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傀儡去探视野，让张良的视野暴露出来，然后洞察到张良的动向。对的。然后同时的话，他可以用自己的傀儡在团战张良去捏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冲上去拆火，给一波傀儡控。但是他在对线的时候打曹操，因为曹操自己的3段1技能的追击以及大招的解控，让傀儡没有办法把曹操定在原地，让他打消耗。反野经济138，反野个数3个，现在才4分钟的时间，长生就已经开始进野去做反野。阿古朵这个大招没砸到，龙拉脱了，曹操可以先到。不过看这一波 AG 是不准备要龙了，阿古朵已经回红野区了，没错。那 LGD 控完这波龙，直接可以顺势打一波下路。站在 LGD 的视角是想打蓝区了，对，我在你的正面跟你打的时候，你的张良不好发挥。站在 AG 的视角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哎，等一下，这一波有机会，2个人扎对战了，刚好被海诺的技能还有小洛的这种技能全部命中，瞬间带走蓝区也反掉，下路还能越，这个伽罗很危险啊！张飞直接喷大招，喷到了墙上之后，紧接着让小白熊过来配合小九拿下了一诺。AG 这波处理上面感觉哪都没做好呀。这个也是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数据啊，就是关于 AG 的非一血胜率这一块。而 LGD 的话，一血胜率有64%，AG 的话是非一血胜率80%。这也是源于 AG 在中期的处理，他止损能力很强。这波就是元哥中府叠位啊，叠位直接被元哥全部控倒，就分身过去3-3。傀儡定住之后，刚好叠位让小明的一技能扎2个目标。然后因为你中府漏，阿古朵漏，曹操漏，下路伽罗孤立无援啊，只能被这么越他。小明，这海诺过来直接把下路防御塔回满了。对，这不给你任何推进的可能。这个机制也是海诺之所以拿出来之后能够固守中1塔的原因嘛。清线本来就快，哪怕你强压的时候消耗了我中塔血量，或者说直接把塔点掉，我都可以用一手大招把它抬起来。对，跃然纸上，独特的机制。继续来控这个蓝 buff。元哥是放线的，元哥如果放线过来的话，这边 AG 挺难守的。现在这个海诺就有点顶了。哦，但是长生的干将莫邪把这个蓝 buff 抢回来了。大圣杯在手，这个海诺现在有点难处理。但这波 LGD 其实挺亏的，因为他没把这个野区给反掉。你没把野区反掉的话，那小洛这波放线就没有收益。其实这个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是的，对吧？你如果反掉了，意味着 AG 它其实损失了，然后你自己也获得了。但是如果你没反掉，意味着 AG 没损失，但是你自己上路那波线是有损失的，很亏啊。但是你损失的兵线对于轩辕来说的话，他是把线吃掉了，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我消你长了。张飞想跳上来开团，但最终没找到好的角度，反而自己被逼了啊！自己大招被逼，他当时给了个行招，把视野开了，挂了波减速之后，他第一时间想要找张良吼。但是张良没有给他吼的角度，眼前就有一个干将莫邪，他不想吼这个干将，因为吼了干将之后，你没吼到张良，但现在有个问题，也不太好去切他。但有个问题，你在中路频繁的去打架，如果你打不出东西来，你看一波蓝区失利，一波中路开的也没成功，让轩辕上路带了一波，下路又带了一波，这个其实就是无效进攻啊，你没有打出任何的收益来。海奔狼上路想抓，朝着这个元哥去的，张良手里是有技能的，给了一个沉默。二段没爆出来啊，没爆出来。
2段爆出来的话就留了。就是踪影。小洛这手传送点的还是快，对，晚一点点就被留住了。但凡大帅再近一点，一个闪现捏就捏住了。群飞风落。中右互消，看张良对着元哥有想法，又来了。元哥往回拉扯了一下，放傀儡上去，把兵线给清掉。护着伽罗，清上线，这条龙 LGD 顺势就可以直接拿。8分半的第2条小暴君。局面上虽然 LGD 占据主动，但是 AG 的经济是一点没掉。哇，张飞这波剑控3个，吼到了，但是大四妹被打残了，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元哥这个位置给了一个技能打残了张良。这波其实挺惊险的，小仔跳过去一个晕眩，直接控到3个，但大帅是立马给了个大招控了他一下，没有让张飞把这个大招喷出来。然后小洛元哥是直接去拆火张良。就如果要是连控了，哎呦，哇闪现躲了张飞的大招的尾段，极限距离的控制，没有能够控到长生。那两边都在搞极限啊！但后续这个塔压不了了啊，兵线被清了。AG 是频繁的通过选手的个人操作去化解 LGD 这样频繁爆中的一个攻势，而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渲染他就一直边带发育的很爽。但是 LGD 他真的一直都在找节奏、找机会点。小仔的好几波啊！还有小洛的放线，一直想找这个50的机会。小九的经济还是要更高的，已经7000了。看小明大招交不交？这波对于 LG 来说就比较亏，没想交大招，因为他这个大招要留着打这波黑暗暴君团。中路被 AG 给拔了，反而是 AG 先拔掉了 LGD 的中塔。看这波龙团，伽罗先管了一波中线，然后一诺管完中线之后再靠过来，大司令先出手，2技能刮到元哥过来，直接贴身闪现拉开距离，元哥先逼了一诺的一个闪现，然后小洛再退回来，让队友先打龙，但似乎 AG 不想放，干将莫邪手里是有大招的，所以不想拼这个龙。上去一波集火，小洛先行带走了长生，然后同时大哥也阵亡了，小九虽然死了，但是以实力1换2。大司令开启大招，但小白熊有点扛不住了，被阿古朵给拿下。元哥再跟过去，又是一个换位，带走了曹操，再跟上去变曹操，3段砍，小洛一波4连超反，团灭了成都一双位。全是画面，为什么要出元哥？小洛的个人能力啊，这元哥太有画面了。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在团战层面，我们聚焦一下小洛啊。这波已经是小洛把伽罗闪现逼完了。小洛先过去，一个2技能收掉了干将莫邪，然后在旁边再等下一波技能，先打了消耗，然后一个侧斩，对，侧斩斩掉了一个伽罗，然后1技能换位过去收掉了曹操，变身，有点夺舍渲染的感觉，有点把渲染夺舍了。就是我把你杀了，然后我再变成你。这手元哥真的太丝滑了啊！这应该是，就是元哥改版之后大家心中的画面，心中的梦想画面。对，就梦想画面，就是团战打着打着把消耗打完，元哥的本体技能全部交完，元哥用完了之后，换个英雄再玩一次。小洛就把元哥4-0-2，其实到这个局面的话 ，AG 就比较难打了。有这样一个元哥在场上，你但凡干将莫邪和伽罗这俩身上没一个防装，或者是保命装，这个团都难受。这条主宰是被 LGD 拿到。这局比赛4条龙全是 LGD 的。中路把人给逼退，然后小白牛再退回来，让队友把中2塔一拔。
龙兵是放在了下路，看 LGD 选择了先反红，反完红之后可以转下。伽罗这边再补逐日之弓，然后长生的话应该是要做一个赤日支配者或者辉月，先挂了本小吸血书。哇，哎，变张良，捏张良，对，张良捏张良，这捏住大帅之后，大帅直接秒买了一个复活甲。对，然后再退出来，但是这波曹操进来之后想砍人，开大招，先打了一波小白熊状态，渲染伤害很足，先把 LGD 人给压走了。这波变张良捏张良，给大帅惊出一身冷汗。小洛伤害占比27.9，对位经济差。哎，等一下这一波过来，给了一个捏到了小白熊，小白熊直接顺倒，但是 AG 这边状态都很惨，不过后续想跟过来的人有点慢了。看一下小明贴身打了一波，把张良的复活打出来，再看到他挂印记，曹操跟了过来，但是小洛进场瞬间秒掉了大帅之后，自己也阵亡。这一波小洛进去的话，换了个辅助还有点亏的。不过看一下想去留一下渲染，但渲染3段1技能好了，退走没有被小仔2技能给拍起来。这波小明海诺留人很秀啊，他已经把海诺这英雄能打出的最帅的操作打出来了。但后面小洛这边元哥他一个十字斩没斩到一诺，没把这个伽罗给收掉。他想一箭双雕的啊。对，又想收伽罗，又想打长生，又想打这个干将莫邪。终于残了，曹操在旁边拉龙，想要 run 龙，终于还是拿到，但是看小明在堵人，是的，一直给1技能，还在戳，然后进场开大招，没办法，实在没办法，他没有一点控制，他但凡有一点控制的话，都能再留一个。是的，而且 AG 也没有想跟他纠缠的意思。对 ，AG 跑得很快啊，直接贴墙4个人就走了。到这种时候 ，AG 团战就是要围着一诺打了。终于 AG 让一诺拿到这个红 buff， 前面的话 LGD 一直在骚扰，而且这个时间点一诺已经4件套了，4件套之后等到最后让他们一出，加上这个红 buff， 他其实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他会神装了。是的，现在这个伽罗只要保好了，让他去打前置伤害 ，LGD 前排是已经扛不住了。对。还是要防好这个元哥的威胁。忠义这把也比较难打啊，对面毕竟是一个海诺在，太 counter 阿古朵了。他想上去消耗，自己就会被消耗。不过有一说一，小明这把的这个海诺，他只要不被长生的干将莫邪把他秒了，他也挺好发挥的。哎，看下路这曹操要带高地了，张飞被捏住，张飞有大招还是开了出来。但是下路高地不要了吗？这波 AG 可以留人的，但是有龙，对，有龙的话那就算了。这个龙还是被 LGD 拿掉了，不过这个高地还是丢的比较可惜的。AG 这一波破掉了 LG 的下高之后，也就缓解了刚刚自己下高丢掉的这个问题。大家的下路都是超级兵。对，我看小仔这边要不冷不丁直接切一手奔狼。冲一下，张飞开奔狼上去。对，张飞开奔狼冲，带着大部队直接冲过去。因为兵甲的这个0.75秒的延迟，可以用晕眩来补。AG 距离感保持得很好，没有给到 LGD 什么太好的开团机会。下路。实在是定不住这个曹操啊，太灵活了。想用傀儡去定，曹操1技能就拉开了。又是这个位置，张飞跟过去被捏了一下，破了大招，但张飞大招后续还是喷出来了。海诺上去开了个大招，挂上了印记，戈亚过来，伽罗在后面是的，开了逐日上去点一波渲染，残血撤走了。但是一诺这个位置还是倒了，被小明给扎死。戈亚还带着红 buff 上去继续粘人，一个满血的戈亚，而大帅这个位置被赶走。大帅是凶多吉少了，打出一个复活，站起来，元哥再收人头，将大帅给击杀。而上路的3人追击，把龙兵带到了高地处。
，LGD 的5压3，干将莫邪给2剑，先打到了小九的身上，换大司命进去，小白熊在人群里面开出了大招，但是兵线被清掉了，这个防御塔是很难推了，还想杀人吗？阿古朵召唤了球球，元哥，这波是海诺上去，开了个大招退回来，但是上路还有一波兵线，小九依旧留位，开始点塔，消耗一波，准备走了。 没能推掉 ，AG 3个人还是防住了 LGD 的多人进攻，保住了上路的残血高地。刚才那波的话，小洛的元哥是利用自己的英雄碎片，变了一波伽罗，然后点残了曹操，然后在后面一直追着点。他这把还有谁没变过啊？阿古朵，干将也没变过吧？干将也没变，阿古朵和干将还没变。 这 AG 这把，感觉这个元哥在 AG 的面前是 AG 不仅要打 LGD 这5个英雄，还得打自己的。而且因为小仔的张飞打得特别主动的关系，他每波进场的开团角度都对 AG 阵型造成很大的影响，导致于大帅的张良不得不把这个大招交给张飞。对，海奔狼，海奔狼要想冲，变的是张良，但被大帅的门给拦了一下啊。 而且钟意第一时间也交大招了，拦一下 LGD 的冲击。这套阵容配上小鹿的元哥打出来的画面，真的很天马行空啊！各种想象力都能看得到。哎，变成了阿古朵，跟上去给个大招砸一下，打到干将莫邪，干将交出力的往回拉扯了一下，回头再给剑，避免被海诺扎，所以 AG 散开了。 还剩干将没变过了，小洛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碎片呀？我觉得他碎片可能现在又够变曹操了。风暴龙王刷新，刷在了下半图，对于2队来说都能接受，因为上路的高地都在。远之上，捏住了大司命，小白熊这个位置可能有点扛不住，但换出了复活甲来。 站起来之后再吃2剑，没有倒，开出了大招，回了一口血。伽罗一直在输出，一直在点，但是元哥贴到了身上，但是吃到了晚上饭的一个并没怕，对，还能继续点吗？但是元哥跟过来了，对，躲掉了控制技能，没有被小洛给带走自己，他就继续点人。但在另外一边，中意阿古朵这边是被小九的戈亚给收了。小九的戈亚，他冲不到一诺的话，他就冲别人嘛。大帅回城被断。 主要是现在 LGD 的这个阵容啊，我们刚刚那个团战的画面就是看到，就你确实是没有办法 ，AG 这个点让伽罗把输出拉满，他不敢追人。刚才的一诺已经是尽力了，对，一波团一直在点，他实在是不敢向前闪现去凶人，他只要敢向前闪现，他就必死无疑。是的，他只能用闪现自己留着，专门用来躲元哥。对，而轩冉和钟意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处理掉小九的话，那就是刚刚那个画面。 他们俩都得死，而且在团战里面，小明是有点无敌的。对的，这条风暴龙王最后被杭州 LGD NBW 拿到。红 buff 还是伽罗的，但这波风暴龙王的攻势 AG 是顶不住的呀。LGD 只要等张飞这边先手。 一诺是把逐日卖掉了，把复活甲穿身上，现在要卖鞋，卖鞋应该是要穿逐日了。经济还差一点，对，不够买逐日之钩，但这波应该是变了个曹操，然后张良把元哥的变的曹操捏了一下，对，然后把他的傀儡给打掉了。傀儡打掉的话，那暂时的元哥是没有什么威胁的，要等一波冷却。对。 曹操在旁边，轩冉是打了一波小白熊的状态，回头再反砍一波，小明直接倒了，被干将莫邪给扎死了。这波 LGD 打的稍微有一些着急了，张飞吼的那个大招是冲着伽罗那个方向过去，但是那个方向队友是没有办法去跟的。对，反而是小明这个点的话，扛伤过多，直接被长生扎死了。而且曹操是卡2个嘛，对的。还有就是小洛他的傀儡没了。哎，曹里有傀儡，曹里弹一下。 但不敢换位过去，是的，发现来了个伽罗，
然后风暴龙王是帮助杭州 LGD NBW 破掉了 AG 的中路高地，上路高地是一个残血塔。LGD 的话也是中下两高全没。防御塔上对称了。 LGD 的这个元歌选出来，是有点让人比较难以琢磨，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看5个英雄组成一套阵容之后，会对对方的阵容有一个预判，但是因为这个元歌它能变成 AG 的5个英雄的任意一个，所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成什么。是的，它变成任何一个英雄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LGD 的阵容的打法。比如说他变张良，他可以先手；他变伽罗可以变成双射手去 A 人；他变曹操可以进去再切。 可以追击，他甚至可以变成干将莫邪来打消耗。在旁边，曹操开启了大招，反打了一波，元歌被打到残血。戈亚开出了逐日上去点了一波曹操，但是大司命的复活是被伽罗点出来了。对，不好追了。LGD 还是在做防守，变成了 AG 的一波压制。AG 阵容爆起来，还是让长生的干将莫邪一直在补消耗。开启了奔狼，从家里的泉水冲出来，想上去压一波，但 AG 推得很及时。 海诺也在消耗，干将也在消耗。上路的高地最终还是被 AG 先拔掉了。张飞吃起火，佛甲先掉，起身站起来，再被长生给扎掉。这波小仔到死都没吼出大招来。是的，闪现逼出来。干将莫邪，这个傀儡技能有点空。 现在的 LGD 变得很被动了，因为这条风暴龙王是在下半图，而就在这之前 ，AG 是拔掉了 LGD 的最后一座上路高地，这样看长生这个位置平衡打破，曹操也绕好了。哎，他想预判一下戈亚，直接冲个这个草丛。对。元歌过来弹进去，但是被伽罗给锁头了，点了2下，开大招撤走。看最后这条龙的归属是谁的？曹操过去，长生还是把龙拿到了。曹操上去连砍，直接带走了小九的戈亚，戈亚阵亡。大司命也被拿下，倒在了龙坑里。就看这波元歌了，元歌冲进之后一波起火，带走了长生，自己一个大招轻掉了伤害。再一个走位，走到金木之剑，然后被张良的一技能打出了复活，闪现拉开，再有 X 斩拉扯。 还能继续打吗？打出了名刀之后没有办法，被赶来的轩辕一刀带走，小洛阵亡。现在 AG 是完成了1换3，只剩下小明和小仔2个人。张飞手里有大招，但是海诺没有大。先把兵线压进去，刷了一波超级兵出来，龙兵拦在了外面，但是张良直接捏到了张飞，把张飞给秒了。海诺开启了大招进人群，但是好像有点扛不住，给一技能一直在扎。 最终水晶告破，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这局比赛最终还是让 AG